我很期待这一项技术有一天可以真的加入到 Apple Watch 中，这就有点像玩 RPG 游戏的感觉了，你随时都能看到自己还剩多少血、多少蓝以及多少精力。我是小天，欢迎回来。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 Apple Watch 7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和期待的地方，以及 Apple Watch 未来的发展方向会是在哪里。苹果将在未来几周发布全新的 Apple Watch 7，在我看来 Apple Watch 7有可能是这几年当中最令人激动人心的一次更新。在外形上，我们将看到 Apple Watch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在设计语言上的改变。新的 Apple Watch 将采用类似于 iPhone 12或者 iPad Pro 的屏边设计，并且有更窄的屏幕边框，而且它还使用了一种全新的层压技术，可以让显示屏和手表表盘最外面的那层屏幕更加的接近，同时也更新了它的屏幕显示技术。由于使用了这些全新的技术，所以新的 Apple Watch 在厚度上可能会有一点增加，但这种增加对于用户来说并不明显。Apple Watch 7将会有更大的41毫米和45毫米的屏幕，这也将取代现有的40和44毫米的屏幕。这条留言最初来自微博上一位科技 UP 主的猜想，不过最近一些泄露的图片表明这个猜想很可能成为现实。这是苹果第二次增加 Apple Watch 的屏幕大小，苹果也同时在考虑新的颜色选择，比如说绿色的色调。其实相比现在圆润的设计，我个人是更喜好那种屏边设计，因为可能我已经工作了，有些工作场合我觉得屏边设计看起来会更加的正式一些，而现在相对圆润的设计，我个人觉得更加偏好运动。在处理器上，苹果每年都会更新 Apple Watch 的处理器，那今年当然也不会例外。Apple Watch 7系列将会拥有一个更小的 S7 芯片，更小的芯片自然也意味着给其他的组件留出了更多的空间。已经有消息表明，苹果将利用这多出来的额外空间放入一个更大的电池，或者是放进一个新的健康传感器。同时，苹果也将加入 W3 无线芯片和 U1 超宽屏芯片的升级版本。那处理器的升级其实也算是常规操作吧。在手表的材料上，苹果其实正在考虑推出一款坚固版本的 Apple Watch。这个坚固版本的 Apple Watch 是针对像运动员、徒步旅行者和一些在极端环境下要使用 Apple Watch 的这些用户。它与标准版 Apple Watch 具有相同的功能，但是额外提供了更好的抗冲击性和保护性。传闻它最早会在2021年，也就是今年会与我们见面。在苹果内部，这一款 Apple Watch 被称为探险版。我觉得且不说我们今年是否真的可以看到它，就算苹果真的想发布，我觉得大概率也会像之前他们更新紫色的 iPhone 12一样，是会放在发布会之后才发布。不过确实啊，对于喜欢极限运动或者徒步的朋友们来说，能够看到这样一款 Apple Watch 的产品，还是一件挺令人兴奋的事儿。而且它给我一种 Apple Watch 中的 GoPro 的感觉。除了硬件，苹果也会同时更新 Apple Watch 的软件功能。苹果计划推出新的跑步时间和音频冥想功能，这些功能和今年早些时候推出的步行时间算是个配套的功能。不过步行时间是一个需要开通 Apple Fitness 才能使用的功能，所以我猜测新推出的跑步时间和音频冥想应该也是同样的需要 Apple Fitness 的支持。那关于发布时间，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Apple Watch 7将在9月份和全新的 iPhone 13一起发布。不过最近有消息表示，由于新一代 Apple Watch 的复杂设计以及疫情的影响，很可能导致苹果推迟 Apple Watch 的发布。我觉得苹果还是很可能会继续按照计划发布 Apple Watch 7，只不过真正的发售和发货时间就要看他们的生产是不是能跟上需求了。苹果在8月份就已经向欧亚经济委员会数据库提交了几个即将发布的 Apple Watch 的型号，包括 A2473、2474、2475、2476、2477和2478，它们代表的应该是不同的 GPS 和蜂窝网络的 Apple Watch 型号。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苹果在新产品上市前必须要向各国的数据库备案，所以当一个新的设备型号出现在欧亚经济委员会的数据库中时，就说明它离上市也不远了。本来讲到这里，关于 Apple Watch 7的内容也差不多了，但是我在为这期视频查找资料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苹果未来对于 Apple Watch 的规划和一些申请的专利，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也看起来很有科技感，所以想在这里分享给大家。第一条就是苹果正在使用研发无创光学传感器，为 Apple Watch 增加监测血糖的功能。血糖监测是苹果公司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的一个项目。We heard that he was wearing a prototype
on the Apple Watch, potentially of a future version of the watch. So in that, we could see more glucose tracking, adding to things like steps. 这项技术的优点是将管理糖尿病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它在监测血糖时不需要戳破人们的皮肤。而且其实苹果研究这个光学传感器也不光光是为了监测血糖，它还能同时监测许多其他生物标记，比如你的核心体温、血压、身体含水量、酒精度含量以及乳酸含量等等。我很期待这一项技术有一天可以真的加入到 Apple Watch 中，那我们真的可以随时随地都了解自己的身体参数了，这就有一点像玩 RPG 游戏的感觉了，你随时都能看到自己还剩多少血、多少蓝以及多少精力。但这是一项严格的健康功能，很可能涉及到监管问题，所以可能还要好几年才能真正商业使用。第二条是未来版本的 Apple Watch 会加入触觉按钮，这种按钮它没有物理按键，而是在用户触摸按钮时给予震动反馈。苹果在 Apple Watch 4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为数字表冠引入了触觉反馈，而触觉反馈这个功能在以后也可能会扩展到侧面按钮上。再往后 ，Apple Watch 可能会完全取消按钮，设备的侧面会支持触摸和滑动两种手势。对于操作方式，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习惯。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有物理按钮的感觉。不过如果真的把按钮都去掉的话，整体表盘应该看上去会更干净一些。不知道你会更偏好哪一种？在专利方面，苹果已经申请了好几项专利，而且在未来有可能会使用在 Apple Watch 当中。其中第一项就是可以根据佩戴者皮肤的纹路来进行生物识别。这项技术听起来就好科幻啊！人的皮肤的纹路难道是也各不相同，而且又能够在自身身体上保持统一吗？不太懂，我们拭目以待这项技术。另外一项专利描述了一种可以自动收紧的 Apple Watch 表带，这个表带可以在手表上调整和手腕的贴合程度。比如用户在运动时可以选择手表戴得更紧，避免晃动，获得更精确的心跳等生物标识数据。第三项专利也和表带有关，它描述了一种带 LED 显示灯的 Apple Watch 表带，可以帮助用户直观地看到任务或者活动的进展情况。在锻炼的时候，多一种除了震动以外的反馈方式，我觉得可以提高用户对于锻炼的互动感，很不错。第四项专利是苹果正在研发 Touch ID 和屏下摄像头技术。在这项专利中，苹果描述了一个集成了 Touch ID 指纹传感器的侧面按钮，这个按钮可以用于识别用户和解锁设备。至于显示屏下的摄像头，在专利中，苹果描述了一个两段式的显示技术，其中就包括了一个摄像头，只有在使用的时候才能从外部看见它。其实关于 Touch ID 的加入，我倒没那么意外，因为当年在看到 iPad Air 加入了侧边电源和指纹按钮的时候，我就在想，类似的功能是不是也可以加到 Apple Watch 上？不过如果屏下摄像头这个功能实现了，那真的是完成了不少人小时候想拥有一块万能手表的梦想。随你调整手表。我会在频道更新苹果和其他电子产品的相关新闻和使用体验。如果想第一时间获得推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点个赞，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是否会购买 Apple Watch 7。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